在跑步的时候42公里我都没有这么喘，为什么游泳也才一个25米而已，喘到不像话。对，教练要我冲刺，结果发现游的秒数跟我前面这样慢慢的滑行，也没有快去那里，甚至有些人更慢。那我到底可不可以选择不要踢？是，基本上是。大家比较常在这里提问的几个问题，我把它稍微归类出来就是说，像刚刚讲的，游泳就像鬼在拖，主要呢就是因为大家在游泳的时候游起来会看到有些人好像是在一直想要往水上面爬，其实你越想要爬离它，你就越离开了水的支撑。对，那你的浮力不在的时候，你就会掉。那一旦掉了，你就会想要再制造浮力，再往上爬。所以你就会开始一直上上下下，是一来一往这样子浪费掉体力，你就会浪费掉很多的体力。所以当你不是很会摆放你的重心的时候，你的游泳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阻力就是斜的会变很多，对，阻力就会变很多，这是第一点啦。那再来就是说刚刚讲到我在训练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在水里面非常的喘。我在跑步的时候42公里我都没有这么喘，我在跑400也没这么喘，为什么游泳也才一个25米而已，喘到不像话。对，其实这个在水里面它是阻力太大，所以呢你在呼吸的时候，其实你的胸上的这个肺部的这些呼吸肌肉，你的呼吸肌也好，或者是你的胸廓这些运动也好，它都必须要付出比平常更大的代价去撑开，还有那个压力，对，去撑开你的肺部来做呼吸。所以在初期的时候，大家还是习惯去用胸廓的方式，扩胸的方式来去做呼吸的时候，你会比较辛苦。对，那因为你没有考虑到水有比较大的压力在，所以这个压力会造成你在呼吸上比较辛苦，是确实的。再来就是大家会容易憋气。我觉得会，因为其实当我越累的时候，我会想要用憋气来撑那个力量。是。然后一憋气的时候，其实就会觉得说，那个整个的身体是越来越喘。对。然后可是有时候这种是无意识的，对，无意识的去憋气。就是我有时候可能会告诉自己说，我不要憋气，但是有时候还是无意识的，因为你想要用力的抓水，你的身体就缩住，然后去抓那个水。然后一抓完到顶的时候，就发现很喘，喘完一下才有办法再游下一趟。大家在跑步的时候，其实都会很在意的说呼吸要调整。那游泳的时候，为什么你不去调整你的呼吸？对，所以这就跟后面到时候可能有机会的时候会再跟大家聊，到底2下呼吸好，还是3下呼吸好，还是几下呼吸，还是都不要呼吸，等到我想换气再换气。这个到时候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聊。对，所以基本上就是呼吸一定要做调整。对，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在踢腿好累，那我到底可不可以选择不要踢？基本上是可以的，是可以的。对，你会看到一些选手好像似乎是不踢脚，对，就前进了，似乎我可能踢10下，他一下抛就你教我10下。对，那这个东西是其实我刚刚讲的，它似乎是。对，是大家看起来他似乎是不踢脚。我的解释啦，应该是说你可以不用力，对，你可以不用力，可是你不能不使力。就是我所谓的不用力是说我可以不要用力踢。我可能就是我摆在那，可是你摆着。其实是你的体内还是要稍微出一点力气，对，稳定它，把它提在那个位置，不是说完全放松，因为放松它就掉了，它就垂下去，它就掉了，还是要出一个基本的力量维持。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训练它的，要练习，因为要认识肌肉，容易沉下去。对，要认识肌肉，然后就只出那个肌肉的基本力量，把它提着。在初期还是会希望你踢啦，因为踢是认识肌肉嘛，那到时候方便你做掌控。了解。那再来就是说，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为什么叫做越用力就反而越沉，越无力。对，就是我越踢越沉。回到最前面的，还是讲到水有阻力的问题。所以你踢下去，踢得越深，
你回台的动作，对，相对更重。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在往下的时候，回来的时候那个二头肌如果没有力的话，其实回来是很累的。是，所以你在做腿后的一个训练啊，或者是臀部的一个训练，你的腿前股四头肌往下踢，当然是没有太大问题，而且又是顺着地心力。对，那你在往上抬的时候，通常都会做的动作比较小，所以你踢下去多，抬上来少。一来一往之间，越来越下面，就越来越下去。哦，其实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所以千万不要太用力。我确实有发现，就是说我往上的那个力量啊，对，比较难使，对，比较难使力。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跑步的时候，其实也都是习惯往前这件事情，所以我在水中自然的我也想要往下踩。对。跟一个你平常运动的一个习惯是有关系的，所以就是要知道说在水里面。不要太跟它硬碰硬，对，轻松一点去面对它，你反而可能可以获得更好的一个效果。对。那再来就是说，越是冲刺，好像速度越慢，教练要我冲刺，那我最后一趟我就努力游，结果发现游的秒数跟我前面这样慢慢的滑行，好像差不多，也没有快去那里，甚至有些人更慢。对这个部分就是说你要考虑到说你的频率跟效率。是不是达到最大的一个效果？因为它不是固定的东西，所以你在抓的时候，它也许就被你流掉了。对你没有注意到这些水的扎实度，所以你在冲刺的时候，你反而只是一昧的追求动作快，不管是滑手快或是踢脚快，你只是一直在乱滑乱冲。对你真的有没有抓到水的那种感觉？真的没有抓到水的话，你怎么动都不会前进。对啊，这些问题都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大家在进入游泳这个运动的时候呢，比较常见的问题。如果你先把它搞懂，或者是先去体会它、感受它，你大概就会知道说，你应该要去做什么样的处理。对。好，那刚刚纪念教练也跟我们分享了非常多的针对新手或者是跑者的一些游泳的建议。其实这些呢，都是我曾经的问题。那我今天也获得了解答。那其实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是鬼打墙，或者是说可能腿会越来越沉的状况啊，其实我们可以透过教学或者是训练来把这些细节改善。那其实对于我们整体的游泳的内容，其实会越游越好。那纪念教练也知道，就是我就是特别来拜访你，然后希望能够增进我的游泳的能力。那也希望我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越来越进步，如蛟龙般的前进。OK， 那我们呢接下来会有更多的影片的教学内容以及生活呈现给大家。那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以及下方如果有相关的课程都可以在这边来搜寻。那感谢大家今天的影片，我们到这边跟着教练们一起进步。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